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關心到的是林肯號撐不住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在艦上面、船上面的這些水兵們士氣都非常低落，士氣告急，水兵甚至還跳海哦。那麼他這個川普所謂的鋼鐵城牆，現在從內部開始崩塌了。另一方面，現在還面對的是彈藥陷入危機的死亡交叉。伊朗笑稱美軍怎麼比想象中還要更弱呢？怎麼回事？今天我們會做深度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成功級艦長黃鎮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的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我發現呢，有一些觀眾朋友還沒有幫我們按下加入鍵，成為戰友。如果還沒有，記得趕快按下加入了。那麼在這個會員頻道當中，會針對觀眾朋友特別喜歡看的內容來做更多的這個討論，包括了有幾位從大馬來呀、香港、美國的粉絲朋友們有特別提出想要知道什麼議題，我們都會留言區看到的話，會來做這個相關的報道。好，今天有關於這一場美伊戰事，我們要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個，川普吹，他說已經在這個荷姆茲海峽這邊形成了鋼鐵城牆哦，但是怎麼回事呢？林肯號是立刻傳出了一個跳海的危機，美國的航母難道真的撐不住了嗎？第二件事情，現在美國面對的問題就是它內部的愛國者已經越打越少了，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它生產的飛彈卻比打出去的還要更多，被解讀為根本越打越多。美伊戰爭現在比耐力會來大逆轉嗎？第三件事情，伊朗它的攻勢，等一下我們也會看以更多元還有不同方向的這種飛彈，不管是無人機啊飛彈，以量來破值，美國防空網撐得住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討論。好，我們先來看到荷姆茲海峽有關於相關的議題，川普最新放話說呢，現在是已經完全的掌握在美國的手中了，甚至誇口說呢，美國海軍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已經築起了一道鋼鐵城牆。他說伊朗根本就沒有能力突破，美國想控制多久就控制多久。但是最諷刺的事情是，他的鋼鐵城牆還在喊，但是要撐住鋼鐵城牆的航母林肯號官兵卻是撐不住了。來看到細節，荷姆茲海峽現在川普說完全的掌握了，但是呢，看到了現在已經在這個當中。林肯號已經布局超過了9個月的時間，從去年的11月出海布局到現在呢，可以說呢已經是非常長的時間了。現在5000名的官兵都是處於戰時狀態，所以看起來精神是非常非常的緊繃的。那麼還有超過200名的官兵家屬向美國海軍高層已經表達了不滿，他們已經非常久沒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了，甚至傳出來說有值班的人員真的是受不了了，曾經要跳海哦，所以呢遭到這些值班人員阻止。那部署期間也出現了許多的問題，不管是糧食的短缺、供水不足、蔬菜腐爛、衛生用品耗盡等等的問題，甚至還有水兵哦，恐怕因為真的是待太久了，艦上的醫生說，這些人恐怕會有精神崩潰，甚至蓄意破壞的這些舉動出現。家屬也開始質疑了，說，是不是有一些水兵們因為上頭的命令，所以殺害了這些無辜的平民，讓這些上面的軍官他們也非常的難過，開始懷疑自己的作戰目標是不是正確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艦長怎麼看川普高喊的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這個叫做鋼鐵城牆，但是卻發現了這個林肯號上面的官兵已經快要受不了了，甚至有沒有可能會重蹈覆轍當時的福特號，引爆官兵蓄意破壞。而這樣子的案例是冰山一角嗎？尤其是這樣美軍的士氣如果呈現這樣的狀態，真的有辦法在中東繼續打下去，繼續耗下去嗎？艦長怎麼看？我當過艦長，其實我們艦長最怕的一個就是什麼？我們這次出去航行任務結果臨時告訴我一個緊急的一個什麼事情，我要繼續。因為通常大家都有一個期待值，像出去之前，我這次會宣布，我們這次是7天的任務，那我們小海軍都很短，7天、4天、5天。那結果到了第7天，他跟你講說，對不起，臨時有任務，你要繼續待下去。那我們有沒有碰到過這種事情？有啊，有時候好比說出了一個意外，臨時搜救，某架飛機災了，那我臨時回不來了。但那時候你還可以看得到，我是為了救生。那多待的天數也是有限的，3天5天，你知道？那你如果到了該到的
時間該回去，大家都已經有所準備。我明天要返港，我已經要跟我女朋友約好了，就冬夏不能回去。然後這個時間越延得很長的話，你知道那是一個很傷士氣的一件事情。那我們也很怕，因為我也沒有帶士氣啊。就你這個任務的變化，如果一直在往後拖，那是很難帶的。那再加上船上有多辛苦，你們可能是想不到的。我現在說6點他非常辛苦的。第一個，他單調到了極點。你以為他在那些多彩多姿啊？他睡覺在這，他吃飯在這，他植根在那，就這3個點。基本上他就這樣走來走去，永遠在我旁邊就是，好比說我們3個一起植根，就是這3個人。思敏永遠不會出現的，就是這樣。你會覺得哇，你完全不會期待任何變化，不可能變化哦。這是一個單調。第二個，食物他剛剛有講，食物一拉長哦，那個是腐敗的。像我們那時候，我曾經有一次航行1個月到南非，到後面那個食物上來通通有味道，那個新鮮蔬菜什麼雞蛋已經通通都沒有了，都一上來一個味道就是根莖類啦，什麼東西哦，真是很難吃。然後第3個健康，因為這個你知道在船上有植根，那每一個人都要植根哦。那我一個植根1天，我基本上是8個小時，為了讓大家能夠公平，他這個時間一直在往後換。我舉個例子，你不能天天都是我值0到4，你值這個8到12，那你多幸福我多苦啊。所以他就每一個推一個，每一天推一個，你就知道。像我在船上的時候，我每天都要調時差，我有時候想睡覺睡不着，我有時候這個很困的時候，結果我要植根，結果我就在那1個月，是我這一輩子心臟覺得負荷不了。我那時候覺得我心臟就跳到難受。就在那一次唯一這個發生，就它對你的健康有影響。那第4個就孤獨，我跟誰聯絡？在上面就是我們這些人，我跟他聊到第5天就聊完了，我們還要聊什麼？就開始變得非常孤獨，開始想家人，開始想女朋友，然後又不知道歸期，不知道什麼時候。然後第5個壓力。他們在那裡不是度假，他隨時打仗啊，在那裡萬一一個這個無人機這樣過來怎麼樣？所以他是有他的壓力了。然後第6個是最糟糕，大家注意，軍中經常會發生霸凌現象，因為它最容易發生。軍中有階級，我今天要你幹嘛你就要幹嘛，我叫你跪下你就跪下，我叫你站起來你就要站起來。軍中這個神經節是，如果有一個人整到我，你以為我的上面長官都對我很好啊？只要有一個整我，我就被霸凌。所以到後面越推到後面哦，就是越痛苦。然後最後會有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然後遙遙無期。他現在已經9個多月了。你說呢？真的是他原來可能就3個月、4個月。那還有一個，剛剛這個主持人有提到說，會不會影響他的戰力啊？軍中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什麼？存在就是力量。只要這個航母在那擺到，它就有它的威懾力。就算它裡面上面1粒彈藥都沒有，可誰知道它沒有彈藥？這是存在就是量，這是第1個。第2個，現在所有的戰爭基本上靠的都是自動作戰。我說自動作戰就是像我不要說這麼先進的船，我們成功艦哦，我的戰鬥系統有一個可以撥到就是自動化戰鬥系統，撥過去之後，全船人什麼事都不要做，我可以抽根煙在那裡看，他到最後鎖定一個目標，告訴我說要射擊，它會有個紅點亮，那最後射不射擊是我最後決定。所有的追蹤目標指令、飛彈備變，全部是自動的。所以只要裝備正常，它的戰力在現代的這種先進的戰力，有像他們這麼先進的，不太容易影響。但是如果這個兵只是想自殺，影響不大；如果他想的是破壞呢？對，像上一次那個破壞廁所啦，破壞什麼什麼，燒一點那個洗衣房的火啦，哎，都還好。他萬一如果是一個，我決定跟你知道我已經都不想活了，我還怕什麼？我覺得這一群人通通都是天天在找我麻煩的，我要把你們一起炸死呢。我跟你講，其實那種環境是我們在陸地無法體會的。但是真的很長久的這個東西哦，它拖得越長，又一直在延，它的戰力會一直下降，但是它的威懾力還是存在的。好，所以可以看起来這一場戰爭是一場消耗戰哦。林肯號已經在海上布局超過9個月的時間，而且都是呈現一個戰時的狀態，讓上面的軍官都非常非常的緊張。那這一場消耗戰繼續下去的話，我們來看到美伊現在到底誰比較能夠耗得下去呢？因為現在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伊朗這邊的彈藥怎麼回事哦？這個越打越多，但是美國的彈藥是越打越少。
呈現了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對比。我們先來看到《紐約時報》最新的報道，他說呢，現在伊朗的戰法也已經改變了，他們現在學會的是模仿俄羅斯在打烏克蘭的這種打法，不再追求用一種武器來決勝，他們是靠把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無人機全部綁在一起，從不同的高度、用不同的速度跟方向同時進攻，呈現一個複合式的飽和式攻擊。那結果成果也是非常的驚人。來看到具體的一個成果，上個月伊朗是連續5天攻擊了約旦的3座美軍基地，其中1天就發射了大約是50枚的愛國者的攔截彈，等於就已經是打掉了2億美元。更可怕的是，這個飛彈燒掉了，但是最後防線還是被突破，造成美軍這邊的死傷結果也非常的慘重哦。這個是美軍的部分，而美軍現在包括他們在攔截彈藥上面，在手勢上面也面臨非常大的困境，因為《紐約時報》同時也披露，這場戰爭已經使用了1500枚的愛國者飛彈，現在剩下的數量已經不到1700枚了。那麼全國要知道，在去年整體一整年量產的數量只有600枚左右，所以消耗速度是這個生產的好幾倍。那反過來看到伊朗的生產速度已經超過每一天它的使用量了。那我們剛剛提到了伊朗它的攻勢是從不同面向來做攻擊嘛，首先從不同的方向，它現在是從本土向不同的地區發射，包括打的是美軍的雷達、視野、攔截火力、指揮系統等等。多種類的飛彈，我們剛剛也特別講到了，不管是飛彈、無人機，或者是巡弋飛彈、導彈等等一起做。那多波次同樣是先用無人機來發動第一波的攻擊之後呢，再在多段的攻勢當中藏着真正的目標，最後是以高階飛彈來出動。毀滅他們的最終目標，這個叫做以量破質。賴老師怎麼看？目前雙方的消耗戰呈現一個越打越多的彈藥，一個越打越少的彈藥，誰可以撐比較久？當然伊朗撐比較久啊，因為這個態勢已經很明白，伊朗也打了一個不對稱的一個作戰，而且呢，他已經把他的經濟轉變成為一個戰時的經濟。換言之，也就是說，戰時的經濟就是維持人民最底層的最底下的這個生活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說，不再以尋求富裕或是過得更好為主，而是能夠先活得下去。那也就是在這個部分裡面，他們不斷的去抓這些特務抓這些異議分子，然後該槍決的槍決該處死刑的處死刑，來削弱他的反對者的力量，同時來鞏固住他的國內的大部分的對於他们政權的支持者的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他已經準備跟美國耗更久。但是除了這個以外，他也在尋求經濟上的破解，例如說他的能源的運輸還是繼續在走，那他商品經濟就商品的進口尋找不同的管道，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他從里海這邊也打通了另外一個運輸線，也可能從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例如說從瓜達爾港或者是從這個陸運裡面那麼送進伊朗，所以未來可能他從伊朗這邊連通巴基斯坦的公路也有可能會盡快的修築出來，那麼有利於他能夠從中國大陸這邊把貨物運輸到伊朗。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目前來講就是準備打一場長期的戰爭，可是問題是在於美國沒有做好準備，美國的整個戰爭思想、戰術思想還是很落後。美國完全沒有從俄烏的4年的戰爭中吸收到任何有價值的戰爭經驗，所以美國以一個非常落後的軍事思想去面對一場新的戰爭，而這個戰爭是美國所挑起來的，結果用落後的戰爭的思想去打一場新的戰爭，而美國目前來講承受到它不可挽救的一個失敗。這第一個就是您看到了，其實您提到說這一波的戰爭從2月嚴格上來講2月28嘛到現在，可是他真正打的時間1-2個月而已。可是這1-2個月的時間消耗掉美國它的所有的防空導彈的1半以上。換言之，也就是說，它1個月的戰爭強度還不是很強哦，就可以把美國1年的愛國者的導彈的生產量全部耗盡。1個月，可能1個月不到，美國一整年的所有的導彈全部都消耗光了，這個是可以想象的。那等於是之後美國就全部挨打了。現在的情況，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由於美國的戰爭思想落後，然後他的戰略思想落後，他對無人機跟導彈的搭配使用，他束手無策，
他甚至連反無人機的手段，到目前為止，他卻還是使用非常舊的、傳統的，以非常昂貴的愛國者的導彈、標準的導彈來去攔截這麼便宜廉價的無人機導彈。而他自己本身卻完全沒有這個無人機跟反無人機真正的這種以量取勝的制空能力。這代表說，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其實敗勢已經擺得很明白了。好，那同樣的問題，楊老師又怎麼看呢？這個等於伊朗已經找到美國的弱點了嗎？我覺得現在美國面臨到4種不對稱。第一個，我們講了很久的，也就是成本不對稱，也就是彈藥成本的不對称。伊朗的一個無人機2萬美元，美國呢，如果要攔截愛國者飛彈，如果是3型的話300萬，2型的話呢200萬。那美國所發射的戰斧飛彈1枚大概是也300萬到600萬。然後呢，這個標3那更貴。所以這一些都已經庫存的第2個不對稱就是庫存。那現在庫存不對稱，看起來伊朗還是擁有蠻多的無人機跟這個飛彈。那第3個不對稱是什麼呢？第3個不對稱，簡單講是地理不對稱。我覺得這是關鍵的一個不對稱。也就是為什麼今天美國第一個他不敢打地面戰爭，第2個它的成本跟庫存的不對稱對他來講是蠻大的影響，因為地理上的不對稱。怎麼說呢？第一個是在荷姆茲海峽的地理，第2個是在伊朗他自己本身地緣跟地形的高原堡壘的這個地理。所以呢，荷姆茲海峽在地圖上那就是就是伊朗旁邊，這個你怎麼炸也炸不掉，也移不開。所以呢，伊朗基本上控制荷姆茲海峽，這個造成一個不對稱。那第2個呢，就是你美軍，你就算在海灣地區有這些基地，可是事實上你都是用轟炸，所以你必須要從這個距離伊朗可能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因為你擔心你的船艦或者是基地遭受到伊朗的攻擊，所以從第1波之後呢，你看它就移到約旦去，甚至更到地中海，然後呢到印度洋的迪埃戈·加西亞這個島嶼上，所以它的整個光是戰機起飛，它可能要加1次油才能夠返回。因此，這種不對稱，地理上的不對稱，使得伊朗掌控荷姆茲海峽，伊朗可以輕易的攻擊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基地，也使得美國必須要花更大的力量跟成本，然後更多的這個彈藥來去轟炸伊朗，而他不敢打地面戰爭。第4種不對稱，這個最關鍵了，什麼東西呢？消耗不對称。伊朗其實你不要看現在伊朗這個受創很深啊，它的基礎建設、橋樑、軍事設施，從2月28號打到4月7號的38天，美國說他打了15000個據點。你不要忘記，以色列打了15000個據點以上，然後呢死亡3000多人，對，美國死亡18人。所以伊朗的受創，它的基礎設施、民生設施、經濟、能源，可是他們的韌性撐下來了。但是呢，撐下來之後，美國這邊被消耗的是什麼不對稱？國際能源壓力的不對稱，美國的經濟、油價、通膨、選舉的壓力、人心、民心的這種壓力的不對稱。伊朗撐過來，美國現在是說他要繼續給你消耗，消耗到後來讓你伊朗受不了，但是美國能撐下去嗎？所以消耗也是不對稱。當然了，美國現在也在發展，就是他們的就是不对称的武力，也就是說，他也用低價的無人機啊，或者是無人機攔截無人機啊，或者是其他的這些低價的攻擊性的武器。可是，在這種4個不對稱之下，特別是地理不对稱跟消耗不对称情況之下，我覺得美國要繼續打這個戰爭哦，非常困難。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